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一位客户小王的故事，她是位陆配，嫁到台湾快2年了。最近她跟我视频连线的时候，可把我给逗乐了，说是第一次坐台湾高铁，直接把她的3观给刷新了。小王之前在大陆是做会计的，人长得漂漂亮亮的，性格也好，就是感情不顺。经过我这个红娘牵线搭桥，认识了在台湾做科技公司主管的志豪，2个人很快就定下来了。去年9月份在台北举办了婚礼。小王一直以来都特别以大陆的高铁为荣，毕竟咱们大陆的高铁网络可以说是世界第一，速度快，覆盖广，性价比高。每次跟台湾老公聊到这个话题，他都会骄傲地说，你们台湾才一条高铁线，哪能跟大陆比啊？结果呢，上个月他第一次从台北要去高雄找朋友玩，买了张台湾高铁的车票。那天早上，他特意提前半小时到了台北车站，本来还想着要拍几张照片发朋友圈显摆显摆，谁知道这一坐，直接让他惊掉下巴。丽姐，我跟你说，台湾高铁的服务也太贴心了吧！小王激动地跟我分享，从进站开始，工作人员就笑容满面地帮忙指引，检票的阿姨还特别温柔地提醒我要把行李放好。你猜怎么着？车厢里居然有专门的置物架，不用像在大陆那样把大行李箱堵在过道上。最让小王震惊的是车厢内部的环境，他说座位特别宽敞，扶手都是真皮的，而且座椅可以完全放平，比商务舱还舒服。最重要的是，整个车厢安静得很，连广播声音都特别轻柔，一点都不会打扰到乘客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我上车没多久就睡着了，醒来的时候，列车员正好推着餐车过来，我随便点了个便当，竟然是现点现做的，而且还有专门的桌板，不用在腿上端着吃。小王笑着说，最神奇的是，我去洗手间的时候发现，马桶圈都是烫热的，连洗手台的水龙头都是感应式的，卫生纸还是3层的。这不仅让小王对台湾高铁的印象彻底改观，更让他开始深入了解起台湾高铁公司的员工待遇。通过打听才知道，台湾高铁的工作人员薪资待遇相当不错，每个月基本工资就有4万多新台币，相当于1万多人民币，而且每年都有年终奖金，福利待遇也很好。最重要的是，台湾高铁的工作环境非常人性化，员工们不用担心被随意加班，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安排得很合理。如果要 overtime， 公司会按照规定支付加班费，而且主管们都会提前征求员工的意见。我继续听小王分享他的所见所闻。丽姐，你知道最让我震惊的是什么吗？这里的职场文化真的太不一样了，员工们不用整天战战兢兢地看领导脸色，也不用刻意去讨好谁，每个人都是凭实力说话，工作氛围特别轻松愉快，这让我不禁感慨，这确实跟大陆的职场文化有很大的不同。在大陆，很多企业都存在着领导至上的现象，员工们往往需要费尽心思揣摩领导的想法，甚至不得不选择站队。但在台湾，企业更注重员工的个人价值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。说到这里，小王突然话锋一转，跟我聊起了更深层次的感受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发现台湾高铁的服务理念跟大陆一样，在大陆，高铁追求的是快速、高效，恨不得1秒钟都不能耽误。但台湾高铁更注重的是让每位乘客都感受到温暖和关怀。他跟我举了个例子，说有一次看到一位老奶奶带着大包小包要上车，立刻就有2位列车员过去帮忙，不仅帮着搬行李，还特别细心地询问老奶奶是否需要轮椅服务，是不是要帮忙订便当。最暖心的是，列车员还特意叮嘱老奶奶，如果身体不舒服，随时按铃找他们。在台湾高铁上班的服务人员好像不会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而愁眉苦脸。小王若有所思地说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自然的微笑，不是那种职业性的假笑，是发自内心的那种。这时候我忍不住问他，那他们的工作强度会不会比较小呢？小王摇摇头，其实工作量一点都不小，但是台湾这边的企业文化真的很特别。就拿高铁公司来说，他们特别重视员工的身心健康，每个员工都有固定的休假时间，而且公司还会定期组织员工进行身心压力检测，如果发现压力指数过高，
还会安排心理咨询。说到这里，小王的语气突然激动起来。丽姐，你猜他们怎么做的？公司每个月都会举办员工关怀日，请专业的按摩师来给员工按摩，缓解工作压力。而且他们的休息室里还有按摩椅和休闲区，工作累了可以去那里放松一下。这在大陆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啊！不仅如此，台湾高铁的员工还享有非常完善的保险制度。除了基本的健保之外，公司还会额外提供团体保险，包括医疗、意外、重大疾病等多重保障。如果员工家里有急事需要请假，主管们都会很体谅，不会像大陆某些企业那样刁难员工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小王继续说，这里完全不存在站队文化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，哪怕是对公司政策提出异议，也不会被穿小鞋。主管们会认真听取员工的建议，而不是一意孤行或者搞小圈子。听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一则新闻，说是有个大陆女孩去台湾高铁应聘，面试官问她，如果看到主管做错事情，你会怎么做？这个女孩想也不想就说当然是维护主管啊。结果面试官告诉她，在我们这里，正确的做法是实事求是，哪怕是主管做错了，也要敢于指出来。小王接着说，以前在大陆上班的时候，每到年底考核，大家都愁得要死，为了争取好评级，同事之间明争暗斗，办公室政治搞得人心惶惶。但在台湾高铁，考核制度特别透明公平，全凭实际表现说话，不用去巴结讨好谁。而且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吗？小王压低声音说，这里居然不兴加班文化，每天准时下班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没有人会用加班来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，主管们也不会用你看某某都在加班这样的话来暗示你。听着小王滔滔不绝的讲述，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震撼和感动。在他的描述中，台湾高铁不仅仅是一家交通运输企业，更像是一个重视人文关怀的大家庭。说到这里，小王突然语气一转，眼圈都红了。丽姐，说实话，我这2年在台湾的经历完全颠覆了我以前的认知，特别是这次坐高铁的体验，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两地文化的差异。他接着说，你知道吗？在台湾高铁站的候车大厅设有免费的阅读区，里面摆放着各种杂志和报纸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特别贴心的在休息区设置了充电站，就连手机支架都是免费提供的。我笑着问他，那票价是不是比大陆贵很多？说实话，确实要比大陆贵一些。小王说，但是性价比真的很高，而且他们经常会推出各种优惠活动，比如说学生票有折扣，乐龄票更便宜，还有早鸟票可以打折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买了票，如果临时有事改签，他们完全不收任何手续费。这时候，小王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对了，丽姐，有一次我坐高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特别暖心的小插曲。当时有个外国游客不小心把咖啡洒在衣服上，列车员二话不说就拿来了专业的去污剂，还送上了一条干净的毛巾。你猜怎么着？那个列车员居然会说3种语言，他用流利的英语、日语和韩语分别跟不同的外国乘客沟通，让人感觉特别有国际范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禁感叹，这待遇确实没得说啊，可不是吗？小王继续说，台湾高铁的员工培训也特别严格，他们不光要学习专业技能，还要接受情绪管理、危机处理等课程。最重要的是，公司特别注重培养员工的同理心，让他们站在乘客的角度思考问题。说到这里，小王的语气突然认真起来。丽姐，你知道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吗？在台湾，不管是做什么工作的人，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。高铁的清洁阿姨们穿着整洁的制服，走路都是昂首挺胸的，乘客们也会主动对他们说谢谢，完全不会有看不起人的眼神。这让我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一个视频，是关于台湾高铁一位清洁阿姨的故事。她在公司工作了10多年，不仅每个月都有稳定的薪水，还享受着完善的保险福利。最让人感动的是，她的孩子上大学的学费，很大一部分都是靠公司提供的员工子女教育补助。其实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我还挺担心自己会不适应的。小王感慨道，但现在我真的很庆幸当初的选择。这里的生活节奏虽然没有大陆那么快，但是处处都能感受到对人的关怀。
接着他说起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有一次我在高铁上看到一个小细节，特别让我感动。一位妈妈带着婴儿要去育婴室，列车员不仅主动帮忙带路，还特意放慢脚步配合妈妈的步伐。育婴室里配备的设施特别齐全，连婴儿的尿布都是免费提供的。最近我婆婆来台湾看我们，她坐高铁的时候感叹说，这简直就是5星级酒店的服务啊。小王笑着说，特别是对年长者的照顾，从上车到下车，工作人员都会特别留意。如果看到老人家走路不太方便，还会主动搀扶。说到这里，小王突然话题一转，聊起了台湾高铁员工的职业发展前景。丽姐，你知道最让我佩服的是什么吗？台湾高铁特别重视员工的职业发展，他们有一套完整的晋升体系，不管是列车长还是站务员，只要表现优秀，都有机会往管理层发展。而且最棒的是，小王兴奋地说，他们不会像大陆某些企业那样搞论资排辈，公司的晋升完全是靠实力说话，年轻人只要够优秀，照样有机会当主管。我认识一个才28岁的女生，就已经当上了站务主管呢。这时候我忍不住问她，那培训机会多吗？多着呢。小王连连点头，公司每个月都会组织各种培训课程，从服务技能到管理知识，应有尽有。最神奇的是，他们居然还会请专业的形象顾问来给员工做培训，教大家如何打扮得更得体、专业。说到这里，小王笑着补充道，前几天我还听说一个特别暖心的故事，有个列车员的婆婆生病住院，公司不仅批准她的请假申请，还特意安排其他同事调班支援。最后婆婆康复出院，主管还带着同事们一起去医院探望。这种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真的让人特别感动。不仅如此，台湾高铁还特别注重员工的家庭生活，每逢重要节日，公司都会举办家庭日活动，让员工带着家人一起参加。你是不知道，小王说，去年中秋节的时候，公司还特意准备了月饼礼盒，让我们带回家跟家人一起分享。这种重视员工家庭的态度，在大陆真的很少见。还有一点特别让我感动，小王继续说，台湾高铁特别重视女性员工的权益，比如说怀孕的员工可以申请调整工作岗位，产假结束后还能享受育婴假。最重要的是，公司会确保他们回来后能回到原来的岗位，不会因为生育而影响职业发展。我听得连连点头，这待遇确实不错啊，可不是吗？小王说，而且你知道最厉害的是什么吗？台湾高铁的员工流失率特别低，很多人从开业那年就一直在这里工作。我问过他们为什么不换工作，大家都说因为在这里工作有安全感，感觉就像是个大家庭一样。说到这里，小王突然压低声音，丽姐，说实话，这次坐高铁的经历真的让我的三观都刷新了。以前总觉得大陆的高铁是世界第一，现在才发现，原来服务质量和人文关怀才是最重要的。接着他又说，你知道吗？台湾高铁的标语是诚心把您服务好，这不是一句空话，而是真的落实到了每一个细节中。从站务人员到列车长，从清洁人员到维修工程师，每个人都在用心做好自己的工作。小王感慨道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台湾的服务业这么发达了，因为他们真的很重视每一个工作岗位，给予员工应有的尊重和保障，自然而然员工也会用心去服务每一位顾客。听着小王滔滔不绝的讲述，我能感受到他对台湾生活方式的热爱。丽姐，说真的，这2年在台湾的经历，让我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，特别是通过这次坐高铁的经历，我更加确定了要在台湾安家落户的决心。你看啊，小王继续说，虽然台湾的生活节奏没有大陆那么快，工资可能也没有大陆1线城市高，但是生活质量真的很好。这里的人们很懂得享受生活，不会一味地追求效率和速度，而是更注重生活的品质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。说到这里，小王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对了，丽姐，你还记得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吗？那会儿我还经常抱怨这里太慢了，做什么事情都要等。但是现在我反而特别感激这种慢，因为放慢脚步，才能看到更多生活中的美好细节。就拿高铁来说吧，小王说，虽然速度没有大陆的高铁快，但是从进站到下车的每一个环节，都能感受到对旅客的用心服务。
不是那种赶着完成任务的感觉，而是真心实意的在为旅客着想。这时候，小王语气变得特别认真。丽姐，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很多陆配嫁到台湾后就不想回去了。这里的生活虽然不完美，但是特别温暖，特别有人情味，就像台湾高铁一样，处处都能感受到对人的尊重和关怀。最重要的是，小王补充道，这里的社会福利真的很完善，不管是医疗保险还是退休保障，都让人觉得特别有安全感。我和老公商量好了，以后就在台湾养老，因为这里真的很适合过日子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禁想起了这些年介绍过的其他陆配姐妹们。确实，很多人一开始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不适应，但慢慢的都会爱上台湾这种重视生活品质的方式。就像小王说的，虽然赚的钱可能没有大陆多，但是生活却过得特别舒心。丽姐，说真的，小王语气中带着感激，真的要谢谢你当初给我介绍志豪，要不是来到台湾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，原来生活还可以这么过。虽然一开始要适应很多不同的地方，但是现在我真的很庆幸自己做出了这个选择。看着视频里小王幸福的笑容，我也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最大的欣慰就是看到自己介绍的有缘人能够收获真正的幸福。而小王的故事也让我更加确信，缘分这种事情真的是说不准的。有时候看似是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却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最后，小王还特意叮嘱我，丽姐，以后如果再有姐妹们问你台湾怎么样，你一定要告诉她们，这里真的很适合生活。虽然一开始可能会不习惯，但是只要用心去体会，就一定能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温暖。就像我这次坐高铁的经历一样，有时候一个小小的体验，就能让人对生活有全新的认识。听完小王的分享，我感慨万千。是啊，有时候幸福就是这么简单，不在于外在的光鲜亮丽，而在于内心的满足和安定。而台湾或许正是这样一个让人感到温暖和安心的地方。